能让优质美女主动追随的中年男人，他都有一种很恐怖的能力，就是向内求。你一旦掌握了，你的人生就会走进一个全新的阶级。你现阶段遇到的大部分的难关，说实话不攻自破了，就哪怕你一夜返贫了，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冲回巅峰。哪怕你心爱的女人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对你没有好感了啊，你也能够重新建立二次吸引，甚至让她主动来靠近你。反之，如果你缺乏这个能力，那即便你运气再好，或者说你曾经拿到过一些很大的结果，没有用，你也会在3到5年内被打回原形，跌回谷底。所以今天我真的很希望兄弟们能够理解并且落地向内求这个能力其实在交割这里呢很简单，把它拆解为3个步骤分别呢就是内观、内守、内定。我给你们挨着讲一下好吧。首先就是第一个点，内观。这一步呢其实是最简单的，也就是说让你把眼光收回来，像照镜子一样去注视你自己。东大国家的这个男人为什么压力会很大？为什么很多中年男人下班后宁愿在停车场，对吧，来几根就是不回家因为你的精力说实话是完全放在了外部世界的其他人身上的。隔壁老王又换新车了，或者说公司老李又签了7位数的单子发小老周又谈了个什么年轻漂亮的女孩家里老婆又跟怎么又跟你说孩子怎么回事这些信息就像钩子一样，一根接一根的扎进你的心里，把你的注意力往外在扯，让你不得不去追逐什么名利去追逐一些外在的东西，完全忽视了你个人自己的需求。而这种向外求，它就会让你无法在你自己的赛道上去全力以赴。就好像一辆加满油的 F1 赛车，本来你随随便便就能够冲线拿到结果，但是你这个赛车手却总是忍不住往跑道外去看，那甚至他还要把方向盘往跑道外去打，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比那些原本可能条件比你还差，或者说那个车况比你就很一般那个车，你都会被他超越的。而内观就是让你去只是做一件事情。当你关注别人的时候，把注意力拽回来，看看手上还未完成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她最近对你冷淡了，那你不要去就只关注她的动机，你只需要去想今天我完成了什么工作，今天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今天学习两性认知了吗？我今天学习人性变化了吗？我今天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整了吗？就这一个动作重复就够了，你的气质它就会变，你的注意力呢也会变，连你身边的人都会对你就是整体感受它都会完全变，因为你不再是一个羡慕别人生活的乞丐，而是一个孤身走向王座的王者。等你做到了内观之后你就会碰到你人生的第2道关，不够你会觉得现在的你拥有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于你了。事业上呢，你想开拓更多的疆土谈更多的生意，赚更多的 money 感情上呢，你想体验一段更有生命力的，更让你枯木逢春的这种关系。而这个时候你就完全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了，内守。为什么很多中年男人就是怎么说呢，就其实他的生活已经是常人眼中的极乐了，但是他依然会觉得很匮乏。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去看星星是一样的，乡下的天空满天繁星，而城市的夜空却一颗都看不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因为城市里的空气污染和灯光干扰把星星原本的光亮给遮住了，而人的本性呢也是如此。你的七情六欲，你的贪嗔痴慢疑，把你自己的本性给干扰了。那当然了焦哥呢说实话从来不会让兄弟们去放弃欲望因为欲望本身它就是男人的主引擎之一，这也是内守的真正奥义。而内守不是让你彻底的摒弃掉欲望，而是从内去消化欲望。如果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放下对外界事物人等等的这种执着，不强求不强留，降低你的这个执着性。执着降低了，这个世界对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阻力了，你做任何事儿都会更顺利更舒心那我们又该如何去落地实践呢？我直接给你们拿一个我前不久刚交付的一个 case 好吧。这个兄弟呢他是85年的，算某一个知名品牌吧我想这个能不能说，能说超市知名超市品牌的创始人。这兄弟跟我我看跟着我先是2个月顺利的谈了一个比他小了一个10
11岁的一个小姑娘，是海归藤校毕业的。然后这一天呢，这个女生就问她就说，我知道有些东西你不方便给，我也不会去私自打扰你，让你为难，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在你心目中是什么位置？你们知道我当时让兄弟怎么回的吗？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取决于你，而不是我。我很喜欢像你这样有野心的女孩，我太痴迷于你那种不顾一切、用尽手段也要向上跃迁的勇气了。所以我给你一切你需要的养分，只为能够看到你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就是你的位置。这个就是所谓的内守，你的一切动作、言语、付出都不带任何的目的性执念。你对他好，并不意味着你想绑定关系，只是单纯的一份期待一份欣赏，还有就是一份托举跟一份陪伴。而这种没有任何杂念的诚意，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抗拒的。哪怕她明确的知道说跟你在一起前面是刀山火海，对吧？但是她也会奋不顾身的扑向你。OK， 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叫做内定。王阳明曾经说过一句话，圣贤之道不在足简尽在此心。也就是说，一个男人真正的智慧不仅仅是靠学出来的，而是靠你的心悟出来的。那悟性从哪儿来呢？是你一次次的在实践当中去解决了曾经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你积累了相应的经验，补全了你缺失的认知。那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非常的空灵你会有一种强大到近乎恐怖的人格自信。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难关能够打得倒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心如止水。就像是一杯浑浊的水，你把它久置在桌上，不碰它，它确实会变得看似清澈，但是只要稍微的有所变动，这杯水又会变得浑浊不堪，对不对？而大部分兄弟就是他们的感情其实挺像这杯粥水的，你明知道它已经出问题了，但你依然选择无视它，选择把它放在那里，让问题自己隐于水面，直到某一天不小心碰到了，就再次爆发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兄弟会困惑，明明我跟他的关系看起来还是蛮顺利的明明我感觉他也挺爱我，我也对他挺好的，为什么他突然就冷淡了呢？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要离开我了呢？为什么我们俩就突然就开始这样，就是爆发了如此多的争吵甚至他开始敌视我了呢？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突然的东西，所有突然而来的纷争都是积怨已久的矛盾。所以兄弟们，一定不要去放松自己的紧迫感，你们要保持提升，保持进步。焦哥很喜欢一句话，命运会持续给你出同一道题，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这个答案你自己悟，可能要好几年，但是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专业的人，你本来是需要个2年3年才能悟到的东西，那有可能你遇到这个专业的人带你个什么2、3个月的，一切都解决了。那焦哥还是那句话，咱们要学会的是用人性去带领异性，用实力去领导关系。我是焦哥，下课。